邱醫師呢，今天跟大家談談膽固醇有沒有不要靠吃藥也能降膽固醇的方法哦？怎麼樣靠吃也能夠降膽固醇？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邱醫師想先請問大家，你有沒有膽固醇過高的問題？如果有，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如果沒有，請在留言區裡面打0。如果你有膽固醇過高，那請你跟大家分享，你是健檢的時候發現的，還是有什麼狀況才去檢查知道的？你有沒有在吃降膽固醇的藥呢？還有呢，你最關心膽固醇過高會造成什麼問題呢？你曾經試過哪些方法來降膽固醇？都很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裡面一起分享，一起討論。邱醫師今天的資料來源主要有2個，一個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衛教文章，一個是梅約診所的醫學的資料。怎麼靠健康的飲食來降低膽固醇呢？剛好這裡面講到的也是5點，我給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呢，他說要減少吃到這個飽和脂肪，包括紅肉還有這個全脂牛奶當中的這個飽和脂肪呢，都会使我們血中的壞膽固醇，就是 LDL 升高，增加了血中的 LDL 以後也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邱醫師呢也很想知道說，為什麼吃飽和脂肪就會使血中的膽固醇升高？原来呢，这跟很複雜的肝臟製作膽固醇，還有血中血脂肪的循環代謝有關係。簡單講呢，就是你吃了太多飽和脂肪以後肝臟細胞的細胞膜上面抓取膽固醇的能力就下降了。我們知道血中的膽固醇最後回到肝臟，肝臟會把膽固醇抓起來變成我們的膽汁，膽汁分泌到消化道當中，在我們消化食物的時候呢，它幫助乳化脂肪。這個膽汁裡面的膽鹽主要就是膽固醇，所以你吃太多飽和脂肪的時候，肝臟抓取血中膽固醇能力就會下降了，會使血中膽固醇維持在比較高的濃度。要減少攝取富含飽和脂肪的食物。第2點呢，要盡量避免吃到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就是氫化的植物油。因為以前我們知道說飽和脂肪對健康是不利的嘛，所以呢要多吃植物油。可是植物油呢，它不耐高溫，而且不耐久存。把順式的植物油氫化之後變成反式，讓它呢變成常溫下是固態的，比較能夠耐保存，而且呢比較能夠耐高溫，在我們的生活上会比較好使用。結果沒想到幾十年的觀察下來呢，發現這樣子的反式脂肪呢，反而增加冠狀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所以呢，目前有些國家呢已經禁止使用某些反式脂肪。第3個呢，就是要多吃富含 Omega-3 這種油脂的食物。Omega-3 呢是一種不飽和脂肪酸。為什麼吃不飽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中的膽固醇？邱醫師也幫大家找了資料了原來呢，我們吃不飽和的脂肪酸進到肝臟以後，肝臟不會再把它合成三酸甘油酯，再用脂蛋白包覆成 LDL、VLDL 輸送到血液當中，而是呢把這個不飽和脂肪酸直接代謝成酮體，酮體呢會運送到細胞當中呢，被細胞運用。所以呢，不飽和脂肪酸不會升高血中的膽固醇，因為它減少了 LDL、VLDL 的製造嘛。如果你多吃不飽和脂肪來代替飽和脂肪的話呢，你形成這種血中膽固醇升高的幾率就會降低了，就是這個原理。那這些不飽和脂肪從哪裡來呢？就是魚類當中的魚油就含有很多這種不飽和的脂肪，包括鮭魚、鯖魚，還有就是堅果跟亞麻籽當中呢，也含有很多這種不飽和脂肪。第4個呢，就是要增加水溶性的膳食纖維。水溶性的膳食纖維很簡單我們平常吃的蔬菜水果當中都有很多膳食纖維，蔬菜的熱量糖分都比較低所以呢盡量多吃新鮮的蔬菜，水果也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有肥胖的問題，当然呢你不要吃糖分太高、升糖指數太高的這樣的水果這些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纖維的蔬菜水果，邱醫師在這邊就不一一列舉給大家了。反正你只要多吃深綠色的蔬菜、深紅色的水果呢，基本上都可以獲取很多的水溶性的膳食纖維。水溶性的膳食纖維為什麼會降膽固醇？因為它在消化道當中呢，它會抓取膽汁的膽固醇，把膽鹽吸附。膽鹽當中的膽固醇被吸附以後，它就比較不能消化脂肪，同時呢，也比較不會在腸肝循環當中再回收進入我們的身體，所以呢，就會從糞便當中排出。根據研究小老鼠只要給它餵食這種富含膳食纖維的果膠呢，它的糞便當中就會驗出比較多的膽固醇。同時呢，也可以降低血液膽固醇的濃度。第5個呢，就是要多吃乳清蛋白，因為牛奶當中的乳清蛋白或者酪蛋白呢，經過消化以後，會轉成疏水性的小胜肽。
這種疏水性的小生態呢，一邊是親脂性的，一邊是親水性的。親脂性的這邊呢，會在消化道當中包覆膽鹽，膽鹽就是由膽固醇構成的。膽鹽被包覆之後，跟剛剛那個水溶性的膳食纖維的作用很相似，它就是不會被腸肝循環再回收到身體，同時它會從糞便當中排出，這樣子就可以把膽固醇呢從消化道當中排出借由這個方式來降低血中的膽固醇。同時，這種疏水性的小生態進入血液當中呢，還可以抑制 ACE， 就是血管張力素轉化酶，借由這個方式呢來降低血壓，所以對健康的效益是很高的。好，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这5個健康的飲食方式，讓你不用吃藥也能降低血液當中的膽固醇。好，希望今天分享內容呢對你有所幫助啊！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同時，也歡迎你在留言區多多留言，跟大家分享你有什麼降低膽固醇的一些看法呢？好，我們下回再見嘍，拜拜。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加入的會員呢，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而且你留的問題呢，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